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21号，视频来讨论一下比特币21000美金会不会继续往下跌，或者是这个位置有没有直接的迹象，怎么从周线、月线或者4个小时、1个小时里面来观察。然后今天给的多单建议还是维持昨天20号的不变，20900点止损你直接设在20700点。昨天如果有命中的朋友，我们也要聊一下短期该怎么来应对哦。在复盘之前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像 BNOK 返佣永久20%，或者是 Bybit 也可以直接用邮箱来注册，不用验证啊，免验证的。那么来看一下现在的盘面，朋友是在担心有可能会不会继续往下跌，但是我昨天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位置哦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从18000美金开始，低点不断的走高，低点不断的走高。高点也是在不断的走高，高点不断的走高，在这个位置高点开始变掉了，就是它这边的一个矩形，我也是没想到跌破啊，因为前面底部抄底的筹码，我后面是在这个位置有再加了一些仓位，短线最近也是判断会错啊，有些短线的仓位现在是被套，也是跟大家坦白，然后长线的仓位我的观点不变，我们在这个区间买的筹码尽量给我拿住吧，这个位置会不会往下破？但是我感觉有看到一个迹象，就是它现在感觉是在止跌哦。我们思考一下主力的思维，如果我是空方的主力，一根大跌不应该在周六周日在这边缩量的时候，你空方的主力应该要乘胜追击哦，应该要赶快往下破啊。所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，当然也不排除它如果往下破，现在是可能也没有人在搞，或者是空方的主力也是利用周六周日跟去休息，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。但是我的观点是，如果这2天昨天的观点有做对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，还是一样这个支撑位，或者是你现在有对的情况下，成本你就20900，一般有做对的仓位，我止损不一定要设在20700，我可能会直接抬到成本的位置啊。那现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些观点是这样子哦，就是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它这2根 K 线。会不会类似一个拇指线？就是一般正常下跌的 K 线，我们观察一下，像这种，如果是要延续下跌，一根大跌 K 线出来之后，它第2根不会收在这个收盘价上方哦。现在是感觉快要收盘了，感觉就是要收在收盘价上方，所以有可能就是下跌有遇到抵抗的迹象，而且是这个位置有支撑哦。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？当时这2根 K 线吞没是没有什么迹象的，当时在这个位置是没有消息了，没有什么利好或者利多的消息，所以这种吞没是很强的一个吞没。然后我的估计是这个位置上方有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片支撑区，它短期之内会不会破？反正我们尽量就观察一下吧，有没有可能会破？那看一下4个小时，4个小时有没有看到多方抵抗的迹象？不是很明显哦，是有看到一些迹象。高档的时候这边是有空方吞没，然后低档现在是只出了一个插入线，就大约就是在20700点这个位置，止损的位置是直接撑啊。撑的话，现在是上不去的原因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有什么迹象，就是它几个 VPSV 啊，这一个成交量的分布图的这个位置，一个是在21200美金附近，这边有一个压力，还有一个主要压力就是在21400美金。短期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因为看到的一个迹象就是出量的位置是在这个区间啊，所以这一根 K 线附近可能是一片很重要的一个压力区，就是21400美金。短期如果它要在这边震荡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位置能不能给我过。然后还有一个迹象是这样子 ，MACD 指标4个小时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嘛，但凡鸭子张嘴，现在就是在鸭子张嘴，已经10几根了，不排除有没有反弹的高点。你如果当然我知道有些空方的朋友可能还是在看空，你尽量去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反弹的高点。如果是万一把日线的反弹的高点，朋友是在讲这一个60MA 的指标，其实我的估计是这个60MA 指标。它不一定是谈得上是压力，如果是21400美金，尽量观察一下吧，这边能不能先稳住？如果能稳住的话，有可能这一个日线的60MA 它是谈不上一个
压力区了。现在不好的一点主要就是 MACD 指标日线的话才放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能不能放个10根？这个位置它不一定是在真的要穿去零轴下方，不一定哦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尽量我们观察一下，可能这个位置日线级别它现在是把这个矩形跌破。跌破完以后，能不能在这边整理一个10根？有可能会不会拉到20根？然后还有一点，我们观察一下周线啊，这一个收盘价上方跟去年的7月份去比对的话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接近6根啊，全部都是收在这一个收盘价上方。现在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根全部收在这一个收盘价上方。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这一次压回来，它也有可能就是会被破这个低点，但是我的估计是有可能还是在这一个区间，就是类似这一个区间，目前可能是在等待这一条周线的20MA 要给它拉下来，有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继续震荡整理吧。我们观察一下这一条周线的10周的 MA， 其实10周的成本全部都是在这个区间啊，它是有一点下弯的下牵引作用。我估计有可能这个位置10周的 MA 是谈不上一个支撑跟压力，有可能它在这边还是区间震荡，10周还不够，可能要在个10周左右，有可能才会把这一条红色的这一条线给它拉到下边缘来。那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1个小时哦，1个小时的 Vegas 这一波现在是在高位有一个时差的结构，时差的结构如果要遵守趋势交易的原理，确实是也是没错，你尽量看有没有反弹的高点来到，比如说144或者是576的高位的时候，再观察压力是不是压力，会不会继续往下走。但是我的一个思路还是一样，就是整个$18,000止稳以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区间，其实大家整个成本都还在这一个整个区间里面来波动，有可能不排除就是这个位置区间震荡。你尽量如果要做空的话，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要短，跟69K 去比对，在$21,000附近，我个人是不喜欢去做空啊，尽量看有没有逢低的低点，做多为主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